经独立啦，你怎么会有统一进程呢？民进党最近非常急呀，包括赖清德说反并吞、反侵略、反对推进统一进程。如果你是个台独，你就不能说统一进程这种事情。是你要卡油水，在编这9000亿的国防预算，有多少是投入各级士官兵的在更新我们国军的装备跟安全的防护？绝大多数花在哪里？交给美国买军购。请问我们订的货拿到了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德国之声写了一个标题叫"从台独青年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谈两岸和解"一个专访，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吧。他有提到说，上任之后其实不排除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如果可以达到两岸的一种和解的话，建议100次都愿意。您准备跟他谈什么？之所以展现这样子的一个诚意，莫非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其实是对台湾来讲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两岸和平。那他在给您的贺电当中，他会想跟您见面，这个当然当中的目的很明显，他希望可以推进国家的统一嘛。您可以说服习近平放弃武力犯台的选项。这不是一个说服不说服的过程。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有人都可以说服习近平，也可以去说服川普，也可以去说服泽伦斯基。要谈和平，这个是台湾人都想要的一件事。这您说的嘛，想要凝聚主流民意，民意是最重要的依归。但是今天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的情况底下，这是很多台湾人民很害怕的嘛，可能会有我们也没有放弃武力保卫台湾的决心。就您其实不赞成台湾持续的增加国防预算到5%嘛？是。那这跟你这个现在的讲说不放弃武力保卫台湾的决心，好像也有一点矛盾，不会吗？完全没有矛盾。请问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你告诉我，愿意把 GDP 5%花在国防预算上面？除了赖清德在美国的压力底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承诺，北约不愿意，日本不愿意，韩国不愿意，难道他们就放弃了用军事保卫自己国家？主席，我跟你报告，北约没有不愿意。北约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其实开始往5%迈进。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接受这个压力是一个国际的压力。我不认为是如此啦，我的认知跟你的认知是不一样。你知道日本今年的国防预算是多少吗？你知道南韩今年的国防预算是多少？您知道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是多少？他们也没有到 GDP 的5%啊，但是它一直增加，在中国增加的情况底下，你讲到重点了，是我们怎么跟他比？所以你的论调是台湾的体量这么小，中中国的体量这么大，所以这个绝对不是维持区域安全的解法。我们要避免所有可能的在军备上面的竞赛，这个是所有熟悉国际政治都知道的。因为在军备竞赛上面，你只是把所有的处境推向战争，但这是错的。就您说要台湾，我们并没有一个金鸡母，我们也没有一个印钞机，军事预算要扩大，但并不是毫无上限的扩大。今年的国防预算已经占据我们全年年度总预算1/3了。您觉得这样太多？你知道排挤了多少其他的预算吗？而这样的国防预算，请问真的确保台海的安全？我们来比较马英九的8年，当年的国防预算才2000多亿，我们今年的国防预算是9000多亿，请问这是多少倍？那就该讲了，中国军费也在增加嘛。台海的安全，如果你要用一个这么简化的数字的话，当然不是。台海的安全是当年马英九8年的几倍吗？不是，不但没有几倍的安全，反而更加不安全。为什么现在的台海安全全世界都公认，并没有比马总统的8年安全，并不能说谁全世界公认，比没有全世界这样公认有啊，全世界都公认。谁啊？你这个全世界也太夸张了啦！你全世界都你说你不喜欢简化，可是你是简化这个全世界说，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说台湾如何提高预算来增加自己的国防实力能力。台湾有防卫的决心，但是现在超过3%的 GDP 的军事预算超过GDP 3%已经太多了。太多了，是的。那应该要多少？台湾要不要有军购？要。台湾要不要有国防？要。但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是合理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军购，我们要国防，为什么呢？是为了台海的和平吗？不是嘛？所以如果台海可以透过非军事的方式来化解，让关系正常化，让关系和缓，让两岸和解，这不是更好吗？我们就不需要把钱投资在战争，投资在军备上，我宁可把这个钱投资在孩子身上，投资在长照、健保、教育身上。他过去访问朱立伦、洪秀柱，也全部都是这种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去做挑拨跟分化，根本没有想要听国民党的人在讲，没有想要听来宾在讲。这个主持人所认知的全世界，跟丽文姐认知的全世界可能是不一样。丽文姐说，全世界都觉得台湾越来越危险了。打开 CNN 时代杂志的报道，法新社、彭博社的报道都有啊。台海接近战争的边缘，这个主持人讲说，没有。那全世界有觉得台湾越来越和平吗？有吗？哪一则报道讲说现在的台湾，赖清德执政的台湾，蔡英文执政的台湾比马英九时期更和平？有这种报道吗？那他的全世界到底是？但是他讲说，没有，全世界都关心台湾的军费预算，只有美国的军火商一群脑残的台独分子才会关心台湾的军事预算。全世界谁鸟你啊？你就全世界无知，所有在台湾告诉你要增加国防预算，但是没有告诉你要付出什么代价，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傻子。请问一下，那你要不要加税？如果不增加税收，钱从哪里来？或者你告诉我你要砍什么样的钱？你要砍生育奖励金吗？中低收入户补助吗？老人年金吗？不然钱从哪里来？对岸增加越多关你屁事啊！对岸增加多是因为他要对付老美啊，关台湾屁事啊！只有台独才会觉得害怕。丽文姐最后讲的其实也是我们大家不断讲，你与其花钱去买武器，不如不花钱来讲9·2共识，争取和平，用非军事的手段争取到和平跟避战。你不是只有武力上的备战，而是还要有非武力上面的避战，因为毕竟所谓的备战才能止战这件事情啊，你总不问乌克兰啊，乌克兰也备了很久的战，还不是照打。备战才能止战，重要的前提是两国实力相当。我觉得他要问的就是讲说，你怎么样去说服习近平哦？不需要去说服习近平，没有台独就不会打仗。他就是想要简化逻辑。你们国民党如果不支持军费占 GDP 的5%，那你们就是亲共，主张投降，因为你们不支持台湾国防，你们就是要亲共，就要投共。郑丽文回答也很好啊，请问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把 GDP 的5%都投到军费上？北约做不到，美国也做不到，你们德国自己做不到，所以德国之声来问我，现在这几年民进党执政，他们的叙事逻辑
都一直是我们要继续加军备，继续加军费。哦，那你蓝白如果挡预算，你就是投共，对不对？就扣你一个亲中亲共的这个帽子。我不反对增加国防预算，但我反对的是这样滥用浮编国防预算。你现在编这9000亿的国防预算，有多少是投入我们各级士官兵的待遇？有多少是投入我们第一线下基地部队的训练？有多少是投入更新我们国军的装备跟安全的防护？你说有多少？我们绝大多数的这几千的预算花在哪里？交给美国买军购。好，那你说我们花钱买军购，我觉得该交的保护费就交，这个我不反对。问题在于说，我们交了那么多的保护费给美国，请问我们订的货拿到了吗？马政府时期，两岸和平，没有人觉得会打仗。好，不过就算你是独派，就算你是绿的，那为什么走到今天，大家觉得会打仗？从蔡英文时期那个时候，佩洛西来台湾，到现在赖清德执政，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啊，好像哇，中共好可怕，是不是要打过来了？哦，我们要赶快编几千亿的这个军费。那你们进入军备竞赛，然后呢？当年美国跟苏联也是不断的军备竞赛啊，可是美国跟苏联两边都是很大的量体，我们台湾就是夹在中间，美中两大强权，台湾夹在中间啊，然后我们不断拿钱给美国，那美国也不给我们货，国防预算就请问我们真的用在台湾的国防上的吗？也没有，那你这钱就编的没道理啊，那就是滥用，就是胡编，就是你要卡油水用的。我来讲几个点。第一个呢，我最痛恨的这一些青鸟仔，包括这个主持人，我就认定你是青鸟仔，因为青鸟仔就是最喜欢撇开事实不论。你既然要讨论军费的话，刚才汉庭讲到，那请问你要排挤什么预算？第二个，你出了钱，你真的买得到吗？刚才世修讲。第三个，那大家就来看 GDP， 那请问美国有占到5%吗？美国占3.4%，大概在3到4%的区间。今年破有着1兆美元，在2024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军费将近1兆美元，占 GDP 的3.4%。今年呢，中国大陆呢是3140亿美元，占 GDP 的1.7%。如果说要讲中国是穷兵黩武的国家，美国的军费是它的 GDP 的2倍，刚好就2024年数据是2倍。台湾呢大概在2.3到2.5之间，是165亿美元。中国大陆是3140亿，美国是9970亿美元。你说那这样子，中国军力怎么可能压过美国？光是钱就赢了？不是，你考虑到一个问题，美国现在的生产成本极高，中国大陆的制度不一样，它是让体制内竞争，比如成飞、西飞3个大型的这个飞机的制造公司，你彼此去内部做竞争。那你内部竞争之后呢，你就看到每家都推出自己的6代机，然后再去试验，就把165亿美元直接2倍，变成330亿美元，165 2倍是330亿美元，就5%了吧，差不多。请问330亿美元跟中国大陆怎么比？1/10，你怎么比？他说不会啊，中国这么大，960万平方公里，陆上你给我10几个，它的军费要平均分散到每一处，他怎么可能说所有的军费都放在台湾？他放在台湾的比例也是有限啊，这个叫做局部的不对称的话，那这样子就变成局部对称啊。讲这种话的人哦，可以旁边有个洞，自己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世界上哪个国家该主动入侵中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访谈，你就可以看到那主持人那个真的哦，这完全自带自己的偏见哦，跟傲慢在主持这个活动，那非常的可悲。我也想问您，对于1国2制台湾方案，您的看法是什么？这是您可以接受的吗？不，1国2制台湾方案，因为这也不是新闻了啦。对，事实上是从邓小平时期，中国大陆就一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张。这么多年来，事实上台湾民众的接受程度非常的低，几乎连讨论都没有在讨论。是，所以这是我刚说的嘛，两岸旗舰多不多？非常多。所以这才是我说的，我们要展现善意跟诚意，而这个分歧不是1天2天可以化解的。那你必须努力的去化解，而不是在现有的分歧上面还去堆叠恨意，还去堆叠仇意。那这只会两岸的对立越加的升高，局势当然就越来越紧张。这绝对不是大家所乐见的。从2019年以来，你也说9二共识是通关密语嘛？但9二共识现在其实没有台湾解读的空间，你也很清楚嘛，对不对？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有台湾解读的空间呢？习近平在2019年他就已经说了，这个9二共识是中上国家主义。话通通当成是跌扑不破的一个真理。那个空间是什么？您跟国际社会说一下。我现在不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吗？可是听出来，除了避险之外，没有听出有任何一个新的两岸的任何的一个方向或局面啊。不，那等国民党执政，你就看到全新的局面。但台湾主流民意也是反对统一的，台湾主流民意也认为是台湾人多于中国人的，这些都不在你的主流民意的雷达里面吗？的确，在民进党常年的政治的论述、各方面的主张，甚至于透过课纲的修改，他们就是希望要去中国化，也得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认为，台湾跟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对立跟仇视的概念，不管是在法律上、政治上、文化上、历史上都是如此。这样的一个对立跟仇恨是被刻意的政治论述跟操作营造出来的。而在国民党所主张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一中底下，在我们的宪法法理里头，我们就是中国人，当然我们也都是台湾人。那么再往更高跟更大的层面，在文化上、在历史上，我们也都是中国人。那回过头来看，
今天当民进党说我们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是在违背了他们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宣誓，而中华民国自始至终到今天都是一中宪法，所以中华民国的国家就是中国，因此在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下，我们都是中国人。这里谈的主要是一国两制，中国人认同。对于郑丽文，其实刚才主持人直挺的就是说，你讲错了，这难道不是主流民意？你的主流民意雷达里面，难道主要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些台湾人就不是你的主流民意啊？挖一个很大的坑给他跳。那我觉得丽文姐也蛮有趣的，说等您国民党执政你就知道。这回答呢确实蛮妙，你要回答什么都不是，所以直接把主持人无语了啊。我们再回到马英九那个年代，在马英九那个年代，你但凡是去问台湾任何一个党派，无论蓝的绿的，9·2共识跟1国2制是完全分开的东西，没有人会去逼问你说你接不接受1国2制？没有哦，除了可能少数的对岸的一些大陆人以外，那个时候的主流，甚至连大陆人那边也不太需要跟你，因为大家相信彼此都是中国人，两岸之间是有友善、善意的往来的。如果今天我们大家是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在努力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去逼问对方接不接受1国2制。对，因为1国2制始终都是大陆方面提出的一个方案，甚至国台办也多次的澄清，9·2共识不等于1国2制。那我就觉得很好笑的，民进党一直在逼问国民党说啊，你们国民党要去请这个中共说要叫中共出来澄清啊，9·2共识到底是不是1国2制？中共还真的澄清过很多次，9·2共识不等于1国2制，1国2制只是大陆方提出的一个方案。他们这些小青鸟啊，到最后啊，其实他们的具体的做法跟他们最讨厌的样子就是一模一样，整天在扣别人帽子，然后逼极端意识形态，而且不给任何讨论的空间。9·2共识是个政治框架，还有一个政治的期许目标。对，那1国2制是治理方案，这就相当于啊，一个叫班规啊，一个是风纪股长未来怎么管秩序啊，这都不一样东西，可以让这会做撒尿流啊，立马起来盖稿。9·2共识现在已经没有台湾表达的空间了。这个就是无知的人才会这么认为啦，怎么会没有呢？9·2共识一中各表的最佳体现还在哪里呢？还在马习会啊。会后马英九是不是就放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跟徽章，后面也挂国旗啊？请问大陆有没有能力要求马英九出去之后也不要挂？那可以要求啊，有没有做？没有啊，这不就是各表？这就是最佳的各表，完全没有空间。是谁造成的？你民进党造成的。9·2共识一中各表，它只是对现状的一种描述。马英九执政那8年啊，大家对于9·2共识的认知就是功能性的认知，就它的本质跟目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中国，然后追求统一，这叫它的本质跟目的。但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通关密语，讲一声9·2共识，两岸发大财。然后再来呢，其实这也是很好，因为这是一个重新检视9·2共识的机会。因为刚才汉宁讲到了9·2共识，很多人甚至搞不清楚它是什么。那透过这不断的冲撞跟冲突当中，事实上反而可以让这个已经模糊的概念重新被唤起来、被理解。就最近这阵子，大家有没有发现，陆委会在胡搞瞎搞，把国籍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给它混在一起用，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相当于是宪法的补充，所以它的定义是非常非常严谨。那国籍法呢，它是基于户政。基于我们对人民的一个国籍的管理需求而去做出来，所以它是有很显著的差异。但民进党他们的模糊啊，它并不单单只是说在这个政治用语上模糊，它事实上它在事务执行上，它也进行很深的一个模糊。然后呢，利用这个模糊里面来放大他的自己的事权跟他判断自己的判断权，这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个事情。